水泥、白糖、蜂窝煤、香皂产量翻番了。如今平安县不缺钱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兄弟们就敢揭竿而起。小声点，造反这事儿能这么张扬吗？县令大人，3年前兄弟们快饿死的时候，是你带领大家杀官当县令，为的不就是当皇帝吗？现在咱们有钱有人，还有您发明的枪炮弹药，已经能够推翻暴旗了。造反的事改日再说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大当家，混账！不是说要叫我县令大人吗？别忘了，我现在不是马匪。县令大人，七弟说，官道有豪华马车，女婿长得水灵，适合当年的压寨夫人。陛下，您微服私访，一路惩治贪官，实在是我齐国未有之名钧。但您自继位以来，还未纳入一个后宫，我齐国恐后继无人。朕立誓要做大齐第一女帝，杀尽天下贪官，岂能因为婚姻小事耽误朝政？下一站是哪？平安县，据说这平安县令近年来大兴土木，更是每日混进怡红院，勾揽听取，很有可能是个大贪官。县令大人，咱们平安县今年的水泥、白糖、蜂窝煤、香皂产量翻番了。如今平安县不缺钱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兄弟们就敢揭竿而起。小声点，造反这事儿能这么张扬吗？县令大人，3年前兄弟们快饿死的时候，是你带领大家杀官当县令，为的不就是当皇帝吗？现在咱们有钱有人，还有您发明的枪炮弹药，已经能够推翻暴旗了。造反的事改日再说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大当家，混账！不是说要叫我县令大人吗？别忘了，我现在不是马匪。县令大人，七弟说，官道有豪华马车，女婿长得水灵，适合当年的压寨夫人。七弟说，官道有豪华马车，女婿长得水灵，适合当年的压寨夫人。混账！咱们早就不是马匪了。还有，我不缺压寨夫人。县令大人，估计七弟已经动手了，而且那伙人身手不凡，像是京城来的人。怎么了？我听说齐国皇帝微服私访，算算日子也快到平安县了。取爷的披挂来，反正爷穿越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造反。要是真碰到齐国的皇帝老儿，就顺手宰了。咱们执行 B 计划。是。陛下，前面就是平安县了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叫陛下，朕此次乃是微服私访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，不给钱，我马七爷就杀了你们！给钱！我傲义狂刀5凤年，20年未出手，尔等能死在我的刀纲下，也算是造化。老头，你还是个武林高手，就是不知道能否挡住我家县令的大狙。县令？莫非这群马匪是平安县令的人？若平安县令与马匪勾结，像是该杀。嘿嘿，这娘们适合当压寨夫人啊！驾！前面的马匪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放下武器，立刻投降。还好老七明白我的意思，不过这伙人看起来不像齐国皇帝，毕竟皇帝怎么可能是如此大美人呢？我乃平安县令萧不语，尔等休得猖狂！你执迷不悟，居然当着本官面要强抢民女，简直胆大妄为！本官早就注意你们了。屁脑门是启动 B 计划的暗号。老七，你可给力量，别耽误了我在美女面前装逼呀！屁脑门，大哥，这是 B 计划的暗号。嗨，别看我们动作慢，但我们比拼的是内力，赶紧离开这里。
快逃啊！来人，将他们通通拿下，带回去严加审问。是。上。幸亏 B 计划练得熟，老七用命陪我演戏，差一点就穿帮了。多谢官爷相救，让我等免受歹人之辱。让老人家和贵家眷受惊，是我平安县令萧不语之过。张龙听令，在。将老人家带回县城休息，不得怠慢。是。差一点误伤良民。我叫萧不语，穿越到这战国3年时间，从马匪到县令，靠的就是坑蒙拐骗。虽然不是好人，但在百姓面前，我依然是伟大光正，这样未来才能起兵造反，当皇帝嘛。陛下，我们终于遇到好官了。这个平安县令萧不语看起来和传闻中的不一样呢。朝廷委任的平安县令是任怀道，不是萧不语。任怀道是60岁糟老头啊，怎么变成了鲜衣怒马的小子了？任怀道天正7年生，今年63，身高不足6尺。是萧不语，是冒牌货，说不定是劫官顶替。杀害朝廷命官可是死罪啊，按律是要腰斩诛9族的。先不急着杀他，你看他的官差训练有素，令行禁止，倒有章法。陛下，你是要留他清匪患？我大齐武将云集，用不到他。我就是想看看这萧不语是如何让县衙沆瀣一气，欺上瞒下。正好等我们到了平安县，找到他鱼肉乡里的实证，到时整个平安县衙鸡犬不留。陛下杀心越来越重，以前只是单个的杀，现在要宰一窝。豆腐，尝一口，第二糖一个，尝一个，这个不错啊。这个不错啊。按说县衙欺上瞒下，必然贪污成风，怎么会这么繁华？一个叫花子都没有，莫非把叫花子都抓起来了？陛下，奴婢去看看。这些好看。这虚假繁荣必定败絮其中，我要揭穿假象，还平安县朗朗乾坤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，你给我称一点吧。老板，这葡萄怎么卖啊？这上好的葡萄一串80文。哇塞，这些果子竟然如此贵。挺香的。上回我就是在这里买的。陛下，那里的果子可新鲜了。如何？奴婢走访了7家小吃摊，百姓夸县太爷乃天人下凡，但这里东西比京城还贵，好些我都买不起。可人人有活干，有饭吃。县太爷说不养闲人，没人敢偷懒行乞。老奴叹道：百姓说县太爷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连妇科圣手接生都会。还有传到京城的麻沸散和洗的净，都是县令萧不语做的。那本王就更要杀了他。可是他乃奇才啊，该为齐国所用啊。此人如此大才，却又不科举成官，反而成节官上位，必定狼子野心。孤绝不能让神器旁落，为我大齐江山社稷，孤是将一切危险扼杀于襁褓中。走吧，先找地方落脚。民间走访得不到我们想要的。是。哎呦，欢迎各位大驾光临！今儿一大早喜鹊叫，果然有贵客到访。来，3位，请高升2楼，甲子号上房请。掌柜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，又怎知要住上房？适才县令大人吩咐了，不得怠慢贵客，因此提前安排。3位住宿费全免。我以为县太爷在跟我们说客套话呢，没想到这掌柜的还真的给我们免费安排房间。难怪平安县上下沆瀣一气，这贾县令的掌控力竟这么强。只为县太爷的一句话，你就免住宿费，你这买卖亏大了吧？瞧您老说的，我们县尊大人呐，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只要他老人家一句话，别说免住宿费，就是把客栈送给诸位都可以。再说了，整个平安县的买卖，
他老人家可是占大头的。我倒要看看这平安县的水到底有多深。区区县衙却被如此森严，一定有问题。秘密闭在里面。乘风兄，是否看到黑色倩影啊？空中暗香，乱我道心呢。老王，你又吃韭菜盒子了吧？意淫个屁！切！藏匿秘密之地，不会有闲杂人等。后院清静，果然如此。庭院没被挖掘，秘密一定藏在房内。怎么这么简朴？越是大奸大恶，越伪善。肖不玉隐藏够深，定是怕暴露。人不睹亲其亲，不睹子其子，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这是父皇挂在嘴边的天下大同啊！父皇突然离世，留下我和弟弟，我从玲珑公主变成永昌郡王，只为守住齐国江山。张龙、赵虎，速速安排人手，将难民登记在册，带他们洗澡、换衣、吃饭。明天一早安排好工作住宿，这个可都是上好的劳动力呀。是。哎，大人，我今天演技还可以吧？是不是能获得你说的那个奥卡斯？白痴，那个叫奥斯卡，你还差远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本官要休息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是。房间有人，是少女体香，穿的是官靴，看来是今天那辆豪华马车里的人。不能喊，万一他动手，我就凉了。这布帘后是窗户，一动就暴露，他怎么还不出去？不好，有杀气，只能装高手镇住他。姑娘果然好心性，竟隐忍这么久。怎么不出来与本座一见吗？念在你我同为武林一脉，我不妨直说，在本座领域范围内，3分归元气能感知一切，你的方位、呼吸、年龄，我一清二楚。领域3分归元气，难道他是吴老那种返璞归真的高手？我背弃功夫竟没用。我哪会什么归元气，装高手，求你别冲动啊！怎么，姑娘还不现身？要本座亲自动手？哦，你不是想见我吗？我来了。听说你武功很厉害，吃我一剑！吃我一剑！这剑快的我都没反应，以后打死也不装高手了。哎呀！这娘们儿刚才干了啥？萧大人养气功夫果然了得。哎呀，养个屁呀！哥刚才压根没反应过来。区养气，何足道哉？如人在荆棘林，不动则不伤，妄心一动，便被刺伤。有心皆苦，无心即乐。姑娘的剑法才是绝学，今有佳人动剑气，震得天地久低昂，灵如羿射九日落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
萧大人倒是有几分文采，不如让我见识一下你刚刚说的3分归元气。完了，我哪会什么元气？哎，等等，白烟是12蒸汽，遇火则燃啊！你有神功，我有科学，妈咪妈咪。好手段。嗨，区区雕虫小技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可惜我这霹雳9天怕太玄功，哎，始终没到这化境，惭愧呀，惭愧呀！萧大人的武功，就连名字也这么精辟啊！想学吗？我可以教你啊！此话当真？当真。难道我真看错他了？他竟是坦荡君子。完美，装逼成功，小命保住了。大人既然如此坦荡，我有3问，还望大人不吝赐教。萧某此生从无背人之言，姑娘但问无妨。太他妈好了，终于不用装绝世高手，玩嘴炮我怕过谁？嘴炮界除了朝阳区大妈还有谁？你究竟是谁？他居然问真实身份，肯定认识真县令。本来这件事我不打算说，毕竟牵扯到一位故人。4年前我救下一名重伤老者，受他临终所托，帮他守护这平安县城，言尽于此。那位老者可信任？正是。第2个问题，大人既然发明了麻沸散和写得进这种神物，为何不献给朝廷？大人身为朝廷命官，岂不知犯下了僭越大罪，当诛3族。他这是在问我对朝廷的忠心。好，能问出这个问题，足以证明你的不凡。若是我将这2件神物献给朝廷，朝廷是否能保证不让其他帝国获得？不能。我朝和其他4国开战之时，是否只有我军拥有这2大神物？是。神物既只有我大齐能用，我要的结果已经到了，因为我只要神物护我大齐，不被外人抢夺。那你为何不密信朝廷？朝廷定有重赏。唉，功名利禄如浮云，个人荣辱算什么？封赏能有我自己赚得多？也就骗骗你这种把为国为民挂嘴边的人。萧大人淡泊名利，真是我们大齐读书人的楷模，无双国士。要的就是这个评价，这人设没白立。那我再请教萧大人一个问题。听说你萧大人占了平安县大半的产业，你为何还要与民争利？是谁在造谣？我什么时候占平安县大半产业了？整个平安县都是我的，平安县只有一个老板，那就是我，所有产业都是我的，全县的人都是给我打工的。你早在3年前，我就收购了平安县全部的产业。3年前5国战乱，平安县穷困且接近边关，人口尚不足2000，有钱人纷纷搬离他乡。当时平安县的地产房价贱如薄纸，我萧某散尽家财，瞅准时机，从他们手中购得，凭的是我手中的真金白银，也是凭兄弟们真本事抢的。就算平安县都被你买下，可它也是大齐国的土地啊。还有你平安县历年都是贫困县，按例每年都会受到朝廷不少恩惠。另外今年初朝廷已经颁下恩旨，免去你们3年的赋税。恩惠？我平安县该交的钱粮一文没少过，也从未听说过什么免3年赋税。平安县虽穷，但从来没花过朝廷1两银子，花的是萧某个人的银子。我萧不语上对得起天子朝廷，下对得起芸芸众生。上面可以定我个僭越之罪，但是这与民争利的罪名，我万万不认。是什么人能吞下一个县数年的赋税？吏部、户部、尚书房必有人参与。平安县令萧不语上前听风。啊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本王问的都是军政要务，
他居然现在才察觉。不过暂时不告诉他，我就是当朝女帝，本人乃大齐国永昌女帝。坐下，侍女婉儿。微服勘察民情，已被女帝垂询。幸亏是侍女，唉。平安县令萧不语，恪勤恪守，政绩卓著，特封正八品，国子监典部。谢姑娘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陛下。陛下，今晚早些休息，也会告诉五郎明早返回京城。你不是要调查？无需多言，平安县没有问题。平安县县令萧不语忠君爱国，我已提升他为正八品。是。陛下，这是平安县的香皂，奴婢试用过，芬芳扑鼻，使肌肤更光泽。区区净手珠都这般考究，平安县还算有功劳，回头记得赏萧县令。久等了，客官，来，先用一些茶水。三位贵人，这是新品冰镇红茶，清爽解暑，一定要尝一尝啊！这7月还有存冰，莫非萧县令见了巨型冰窖？哎，这不是存冰，是县太爷消食制冰，还有冰棍儿、冰激凌呢。来3支冰激凌。哎，我这就去取。来嘞！哎，您的，来，请。这就是县太爷弄的冰激凌，几位是出来玩的吗？正好在县太爷的英明领导下，本县第一家婚介所今天成立，几位可以去瞧瞧。婚介所，冰冰凉凉的，好吃好吃。婚介所就是衙门办的婚姻介绍所，适龄男女没对象的，官家帮找，讲究自由恋爱，旁人不得干涉。有点意思，走去看看。走。各位大爷小姐，快来玩啊！快来看！那是什么？这姑娘长得真俊啊，真漂亮，不错。就是，好看了吧？是店新开的吧？还看着真新奇啊！就是。都站这个门口干嘛呢？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这儿有点意思啊。其时已到，上匾。好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婚介所，婚介所的是什么吗？这新奇玩意儿啊！今天在县太爷萧不语的英明领导下，平安县终于有了正规的婚姻介绍所。好，甭管有没有婚配，咱给银子就满足需求。咱们宗旨是填补空白，满足一切。太好了！有请萧大人致辞。乡亲们，平安县第一家婚姻介绍所开业了，这是跨时代的突破。还以为凭萧不语的才能可以做我大齐的国师，现在看来简直像青楼大茶壶。要解决男女比例失调，解决精神需求，物质、精神两手抓。回敬。太好了！我先，大伙别急呀！说吧。太尊高明，水泥、白糖、香皂，利润翻4倍。烧刀子按您吩咐，只供自家酒坊和婚介所，利润高。好，接着抓。下面我有重大事情宣布，在清水河找有沙滩的地建大玻璃厂，厂区不小于30亩，要2000人，不够再说。谢尊，这投入太大，咱们经不起折腾啊！放肆！我做过的决定，啥时候出过错？再怀疑，我打着你怀疑人生。是，
玻璃厂能赚大钱，垄断瓷器，成世界首富，娶多少房媳妇儿？老爷，你流口水了。都过来！玻璃厂是最高机密，不能有外人知道。哎，玻璃是好东西，就是心疼那块地，粮食也没法种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呢。那啥，清水河都是您的地，哪儿选都是您。啊！我尼玛！哎，老爷，翻白眼了！大夫，快叫大夫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我火气大，所有人罚1两啊！凭啥罚我们呀？就凭我官大火大不高兴，有意见接着提。县尊处事公允，公正严明，我等心服口服啊！下去吧，按照我吩咐的去做。是。哎，老爷，咱们的人又不够用了。咱县差不多有6万人嘛，怎么又不够了？县城内外20多作坊，田地也缺人，连清洁老人都缺。啊，停！别说了，本官脑仁疼，直接说怎么搞。得补充人口，缺口巨大。干别的不行，绑人，咱们说啊，哎。哥好歹也是省内承认的3本水产养殖学院艺术表演系毕业的高材生，连哈姆雷特都知道，这还能难得住我？工业革命前，人口等于生产力啊！咱隔壁县哪个缓过气来了？都够呛。安义县太爷被砍了，说治理失当，实事九空。我操，附近县没人了。那就明江府。老爷英明，老办法招工，来的享县民待遇，拉3人赏银1两，干满5年分房分地。哦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PCC 原理。哎，对。姐，你上次微服私访不带我，这次我准备好了，咱们去闯社会。婉儿，通知上书房筹粮，备车出宫。王上，您又要为福啊？不是为福，是做生意，也是为祭祀留后路。如今朝廷人心易变，小弟他离开帝都，或许更安全。姐，你放心好了，这次我全都听你的。王上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出发。姐，平安县有啥好玩的？平安县上有平坦的大路，还有热闹的集市。自由的气息，我闻到了。二公子，我们还有3刻到县城。3位来了，位置已经给你们留好了。上次那间房还有吗？有的，楼上雅间2间，里边请。这比皇宫偏殿还舒服。以我行走江湖多年的经验，这是年糕。不去休息，跑我这做什么？今天晚上咱们破客饭，高原不咸，还冒泡泡。那个是禁手的香皂，和椅子一样不能吃的。椅子？谁放的东西？谁？我要放了！你可别跟他们说。行了，快收拾一下，等会带你去吃醉风楼的酱肘子，顺便给你介绍个人。姐咋变温柔了？请酱肘子，姐，这个点这个。糖醋鱼、水晶虾都要热的。好嘞。
哦，萧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完美啊！这张脸不来平安县贩鱼可惜了。这位是祭祀，祭祀还不赶紧向大人打招呼？你就是小不语，看着也不怎么样，吃饭不积极，脑子准有问题。李祭祀见过萧大人。李祭祀，这名字不错，听耳熟啊，像是在哪儿听过。不说这个了。那个菜快好了吧？萧大人，请坐。菜来喽！来，当心！哇，几位客官，请慢用。婉儿姑娘为何叹气？难道女帝解决不了京城的事？不是京城的事，是甘南道受灾，导致我王府今年生意受到影响。甘南道灾荒，那经济必然受创，你们生意也难呢。经济就是钱，有钱有经济。甘南道受灾超100万，反叛平息，但灾民没减，反而成蔓延之势。现在我们还能吃得上饭，恐怕不久之后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。这么严重？3府62县都受灾了？不出半月就会到岷江府，到时候平安县也在劫难逃。岷江府穷，经不起这么多灾难事儿。再过2月秋收，耽误了怕是齐国要闹粮荒啊！来，分2步走，一让流民停步，2让甘南灾民返乡。这2件事难如求神呐。流民如川流，截断源头，其势便消。朝廷就地安置5个月，困局自解。漂亮，姐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你看这人才。可堵住源头需要5个月，我们的粮只剩2个月，大齐真的要亡了吗？我前阵子让人培育了土豆，倒是能救大齐的饥荒，可那是我的摇钱树，凭什么贡献？先生，莫非有办法？我又不是神仙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婉儿姑娘说笑了。来，吃菜。先生，这乃是造福万民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哎呀，萧某对升官发财没兴趣，只想混吃等死。来，吃吧啊！那萧某就先告辞了。婉儿，你看好祭祀，我再去会会那萧不语。王上，你要绑他？我乃女帝，怎会？要是说的话，我就不绑；不说就绑。来，二皇子，多吃菜。这边再挖深一点，那边需要注意一下，再往那边再延伸一点，让它种得更多。婉儿姑娘，你怎么会来？萧大人，甘南道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千里，若流民蔓延，举国粮荒，朝野动荡，还请大人出手相救。姑娘虽为女儿身，却深明大义，不愧是女帝府的人，不出手能继续快活，但良心过不去啊。罢了，这法子确实有，只是什么法子？快说！他捞爽啊，太舒服，太刺激，顶不住。婉儿姑娘，请看，这是此物名曰土豆，我梦中经神人指点所得，有了它便可解决我大齐的粮荒。就凭这土咖咖的东西？姑娘请看。婉儿姑娘看见了吧？这一排便能种20-30个土豆，这方寸之地便能种这么多土豆。2个月后全国种植，3个月后就能收获无数呀！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身份特殊，我可不能控制不住自己。婉儿姑娘，先不说这个，咱们立个约定。好，大人，
什么约定我都答应你。真的什么约定都可以吗？嫁给我也可以。萧大人，你是在说笑吧？哦，口误，姑娘切莫放在心上，此物可解决饥荒，但是方法是女帝想的，你明白吗？全听大人所言。张龙何在？在。将土豆一次性种植，1天之内装车，你全程监督。是。这一定是我去世的父皇，在天保佑，否则他一个假县令怎会知朝廷之事？萧大人，姑娘的东西准备好了，去拿货。走吧。这么多，老爷让把全县的成品土豆都跑了，10万斤，够全国种。另外50辆是粮食，每车2000斤小麦，共10万斤，算平安县的心意。劳烦姑娘交给灾民。记住，土豆怕冷惧热，必须煮熟。找工部、户部部署，别只种土豆。这事儿成了，和我平安县无关，都是姑娘的功劳。你就当真，一点功劳都不要。一切为了我大齐些许虚名罢了。货物都在，工人会护着你们，赶紧上路吧。萧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我要回京城处理灾荒，想请你帮找个人。是那天的李祭祀，肯定被他打跑了。何人让姑娘这般郑重，直说无妨。是那日和我一起吃饭的少年，他是我舍弟李祭祀。昨日我不过骂了他几句，他便生气走了。这小事儿，我必全力寻找。你放心处理灾民之事。找到后，希望你找个知书达理的先生，好好教导，切不可不懂礼数。本县必定全力悉心教导尊帝，良才美质，早日成国之栋梁。若处理好祭祀的事，朝廷不会找你平安县麻烦，你也可以安心做好你的县太爷。多谢姑娘。若教导好他，我也会感激你的。要是没处理好，你就等死吧。他感激我，不会是要嫁给我吧？哦，那可太好了。张龙，婉儿小姐的弟弟为何被揍？听客栈老板说，他买了几本违禁书，被揍的裤衩都掉了。立即全城戒备，找15、16岁的李祭祀，找到重赏，再去查所有书摊，违禁书送到县衙的后院。是。哎呀，李祭祀那犊子找到了吗？报！安邑县山贼杀官抢粮，聚集3万人，还发响箭。说。山贼命3日内开城投降，否则屠城。再探，把那山贼的底细给我扒清楚。是。报！10几队商队被劫，全部被灭口了。我的天！再探。是。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刀快还是我的脖子硬。根据气候温度，立刻在这舆图上标出适合种植土豆的区域，立刻派人按图分配土豆。除以播种土地，一律改种。女帝，这块状物能当粮？甘南道大灾，或大齐粮储，撑不到10月。这土豆是先皇托梦所赐，生产周期数百日，亩产能超20担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天佑我大齐，女帝责备天下。吾皇圣明，万岁万岁万岁！女帝千岁千岁千岁！
参见陛下。婉儿，周通，10日之后将你手中的这封信送到平安县县令萧不语的手里。知下明白，只是10日之后，这信怕是送不到萧县令手里。什么？知下来京前接到线报，甘南道叛军贼首已留至安邑县境内，聚集难民和不法之徒，意图谋反。安邑县是卑职辖区，若真出乱子，卑职难辞其咎啊！卑职回京前，难民已聚8000余众，正四下骚扰周边府县。婉儿，将你手中的令牌给他。以后有要务，尤其是平安县的事，凭此腰牌直接进宫，禹亲自见你。叩谢陛下。以后磕头不用那么用力。禹心疼御书房的青石板，速命兵部全力探查安邑县叛军动向，另外传谕平安等诸县务必加强戒备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奴婢这就去传旨。慢着，飞鸽传书赵无忌调3000铁甲军赶赴平安县驻扎，军队调派接受萧不语节制。王上，萧县令乃是文官，没有调动兵权的权限啊。那就授他个7品武官。传禹的王令，奉天承运，女帝令曰萧不语担任羽林军治国校尉。王上，您这招真高明，还不快去！要是铁甲军晚到一步，萧不语那家伙说不定要骂禹小气。卑职这就去办。钱到扫码余额空，兵到用时方恨少。唉，这2天坏消息不断，之前只顾经济人口，忽略武备，现在碰到硬茬了。唉，报！报！贼人在城门口扔回斥候封标的人头。啊？老爷，是斥候刘华强的人头。8人斥候斩了7个，赵虎千万不能出事。报！报太尊，赵虎司马参军回来了。快请，快请。大当家，标下深入安邑县50里，敌军25000人，其中精兵5000是家军。来人，拿碗水，慢慢喝，不着急。大当家，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人，他们是畜生，为了补充体力，竟然吃人肉。老爷，下命令吧，弟兄们跟他们拼了！大伙都静一静，放心，我平安县绝不会让这种畜生给进来。启禀大人，城门外发现敌军离散部队。老爷，我们快守城门。来得好，也免得爷去找他们这帮龟孙。小的们，在。带上爷的披挂和躺椅，兵发城门楼。今儿起我就要住那儿，看那龟孙能奈我何。是。大当家，那边是后山，城门在这边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考验你们。李旭催京都3卫所之兵，随于即刻增援平安县。孔太师、李太稳、徐太保于出征后，京城一切靠你们。魏不同、秦怀玉继续关注甘南道灾情，主持土豆种植。是。王上，3卫所之兵刚回京，是疲惫之师啊。那就让羽林军出动。女帝请三思，出动羽林军关乎国体，万万不可轻动。平安县事关重大，即使羽林军全部拼光，只要能保住平安县，也值得。遵命。难怪女帝刚回京就在离京，去的是平安县。她回京总走神儿。
这是旧情郎啊！巨弩炮坏了5部，金汤之敖德曼，赵虎被砍脸，徐亮、张龙带伤，大事不妙。太子，黑甲军又冲上来了，老百姓们都在帮忙救治伤员，但是今儿就今儿了，爷要放大招了。嘿，大胆妖孽！本座一眼就看出你们杀孽深重，动手呀！老子用天蚕丝做的威亚来唬人，这么大手笔，你们倒是动手啊！本老爷放大招，你们跪个毛啊！天蚕丝勒得我好疼，这高度也太吓人了。小世界能躺在空中，太销魂了！这什么神仙法术？太刺激了！大威天龙，般若波罗蜜，踏！大威天龙，踏！这下应该镇住这群家伙。这是绝世神功啊！他都这么厉害了，还打什么？快投降吧！我你妈，说着像感慨着装逼劲儿。杀贼！杀！一国柱，我大齐唯一郡王军，羽林军总统领，李旭的亲叔兼师傅徐正光，漠北铁甲军统帅，外号坐地虎。军方说他是老兵游子他爹，防御比谁都稳。徐老鬼，你这老乌龟，速度也不慢呢。哼，李老头，你这骑兵也没比我早到啊！大军扎营，捉甲、埋骨、宿营。是。大帅，星夜建成赶到这儿，为啥不攻？守城军告捷，累得腿都软了，难道过去送死啊？平安城再撑个3天没问题。大帅英明，那中途为啥不调整？不怕遭袭？呵呵，不懂你们极限，以后怎么带你们跑路啊？我们3000人只要亮出旗号，他们双方都得掂量掂量。我们铁甲军的名号，谁敢撂？火黑崖的人乱了，小命总算保住了。小不语，哎呀，谁呀？还让不让人？我操，这娘们怎么进来了？登徒子，该死！记住，你还欠我一顿打。给你2件事：第一，安抚灾民；第二，招安威虎战，最好记着。还有，我让你找李祭祀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那就继续找。哎呀，小崽子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死了也托人说一声啊！老爷，赵府司马带威虎山的人来了。啊！尼玛，小崽子怎么跟我威虎山的兄弟混在一起？太尊，威虎山刀猛特来拜会。威虎山2当家刀猛拜见太尊。威虎山顶天梁李祭祀拜见太尊。快请起！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完蛋，8成是姐姐找来的，我的江湖自由没了。祭祀，见过大当家，这是威震齐召的威虎山大当家。大当家，求求你，我不回去，我也不要念书，打死我也不回去。祭祀，我不是让你读书，也不是让你念书。我不信，你和我姐是一伙的。孩子能活到现在不容易，奇迹呀！这孩子受啥委屈了？不知道呢。2栋梁顶天柱，李祭祀听令。我威虎山第1金交椅，威震天萧不语，有话要说。大当家有何吩咐？威虎山2柱梁李祭祀拜见大当家。李祭祀啊，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。教你的都记住了吗？大当家请放心，祭祀绝不给咱威虎山丢脸。很好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祭祀一去兮记得还。千万不要忘记咱们威虎山的家规，严守威虎山的纪律，保护威虎山的秘密，为山泽事业奋斗终生，随时准备牺牲一切，绝不给威虎山丢脸。很好，威虎山考验你的时候到了，去吧。大当家，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。都是兄弟，有啥不该说的？祭祀手里的书，当然是我床头拿的。等会儿，
上次祭祀挨揍，可不就是因为这种书吗？你让我和张龙满城祭书，送到你房间。完了，情深深雨蒙蒙白排练了。没事吧？姐，你瘦了，你最近怎么了？祭祀，你最近都学啥了？读书。读的什么书？三字经。读的什么书？三字经。三字经。三字经好啊，这书好啊，在哪儿读的书？斜月三星洞，灵台方寸山。小弟，你过去把门关上。怎么了，姐？当然是解替先皇，好好实施家法。轻点，轻点！这，别这么大力，要死了！哎呀，老爷，您腿伤重，天蚕丝勒得紧，再不上药，您就要进宫服侍皇上。你他妈才是太监呢！你全家都是太监。老大，老爷是为了你好啊！废话，能不能温柔点？谁呀？我这上药呢，怎么就过来了？不管是谁，给我扇大嘴巴，就说本老爷不爽。是。大当家，快出来看美女了！叫魂呢，叫那么大声，见鬼了！哎呀，就您说的那个苏妲己，她复苏了。苏妲己，太好了，老子刚好缺个媳妇儿。关门！赶出去！江不远，你敢进去给我试试？这娘们是前些日子揍我的人，赶紧保护我。放心，交给我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萧不语，你躲什么？出来！大胆民妇，私闯官府，该当何罪？好样的，老六，靠你了！你，就是你，看什么看？信不信我抽你？白他妈激动了，这老六真没义气。老爷，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就是你想欺负我家老爷是吧？是。大当家，天气太冷了，我腿抽筋了。我操，又一个老六。婉儿姑娘，都是误会。张龙，赵虎，赶紧上啊！我警告你啊，那刀哥是平安县第一高手，杀人不眨眼，小孩大人听了都害怕，很厉害的。哎呦，大当家，我不行了，我腿抽筋了，大当家。太他妈怂了，不争气的东西，还二当家，丢死人了。那个化干戈为玉帛，好不好呀？上次你揍我，这事过了行吗？化干戈为玉帛。你教祭祀的歪理呢？我那是正经教书，没歪理。没歪理。我那是正经教书，没歪理。没歪理。叫你从良你不听，你却得病了。
起来，跟我去见祭司，说清楚你的授业恩师。那个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教祭司那些东西了。躲不掉挨揍，得装体面，不然县太爷没法混了。此事与兄弟们无关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冲我萧不语来！你们都走。大家，你千万要小心，这个女的看起来不是什么好惹的。哼，嘿，你们退远些，再退远些，免得被我真气所伤。今天我就做个了断。大家，我是因为腿抽筋，要不然我绝对上了。但是我抓到他的弱点，后腰，弓长未语、肾语，还有三焦语、三穴。你咋不动手？我都不知道后腰在哪。哎呀，来吧。这个今天啊，我会给你烧点钱的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走。退一步，并不是害怕你，是我不想打女人。我再退一步，是因为我的功力太深厚了，一直发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又退一步，是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我缘分一场，不想死在我的掌下吧。我一个正人君子，可不想辣手摧花。萧不语，你再退一步给我试试。哎呦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小命，我身子弱，经不住打，再打就凉了。就知道会这样，差点信他出息了。闭嘴！就算不顾大的，也得顾我肚子里小的。难道你不知道，我肚子里怀的还有孩子，我都怀孕了。你要对我负责呀！闭嘴！你再胡说，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啊？姑娘造访，有何见解啊？萧大人，你还真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啊！倒是识时务。这是本官闪光点，膝下那点黄金应急，总归也要拿出来变现嘛。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姑娘抬举，这是我天赋异禀，外加苦练所得，不成大雅，请多指教。进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个，你家有水吗？哦，有。心跳又蹦出来了，比上次城外还猛。那个我不渴，不用了。这娘们是你弟的人，动心就是找死。收信。他的压迫感让我沉迷，浑身发烫，好想睡了自己。喜欢这种感觉。朝廷不该答应四国的文征武斗，我们没有任何胜算，而且我敢确定，他们边境的大军是吓唬人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那是朝廷高层们太过贪婪，他们想借文征武斗大胜，解决掉塞北兵威，还想独揽西山的开采权，为我大齐赚来银山。这该怎么办？先生可有好的对策？今日一别，我与他怕就只剩下先生这层称呼了吧。
朝廷只看到了其一，却不知此计的恶毒，后面还有其二和其三。海启先生不吝赐教。女帝的人果然关心国事，看我怎么忽悠你，跟我回山过年。有地图吗？一个丫头带军用地图，女帝还真是管教有方。所谓文争武斗，不论胜负，只要齐国答应，就已经输了。此话何意？婉儿姑娘，你要听的话，就说了神通吧。我上次就被你打怕了。接着说。他们不是来装逼的，大老远跑过来是要探齐国的虚实。若齐国真强大，怎会答应这种小孩过家家的比斗？甚至他们现在根本不在意西山是否开采。若我是三国策划者，知晓齐国衰落后，会借文争武斗展示联军强大，摧毁齐国民众的临战之心。等齐国粮食短缺，朝野震荡时，三国一起施压，到时候朝廷怎么办？齐国怎么办？先生教我救救齐国吧。唉，连你也没有办法吗？我好累啊，巡视全国，追查贪腐，评判赶赞，可怎么越忙，我齐国越乱呢？这娘们儿怎么能这么让人心疼？可她是女帝的人啊，要是换成别人，老子拼了命也要把她抢回威虎山过年。你说女帝有的都能赏我，你也行吗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替女帝解决文争武斗之危，要婉儿。你不后悔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死也不后悔。好。你一个小丫头，答应管用吗？得女帝。我说行就行。女帝府有几个碗？就一个。先付定金，嘴一个。你要找死啊！再胡言乱语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这娘们太虎了，等成亲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解决办法就是摆烂，哪个国家敢威胁大齐，就跟他死磕大战，破罐子破摔，咱好不了，他们也别想好。滚刀肉还是皮脸啊？就是癞蛤蟆爬脚面，不咬人，恶心人。我可以出战一场，保证赢。那你代表大齐迎战秦国武圣王悦，我看过你出手，10拿9稳。哎呦，稳个黄瓜！王悦是武圣啊，我连他陶俑都扛不动。你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吗？好。你觉得女帝做的合不合格？还行吧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一大堆恭维的话。嗨，那个老家伙小事上还行，大事就是一糊涂车子。齐国再这么下去，早晚亡国。2辈子摞起来的玉料，自己对暴力妞发情了。唉。啊？哎呀，你个大鼻涕，没出息的东西，怂货！这娘们儿早晚是我的，上啊，办了他，脱了他，最后发现左右耳是同一个声音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真奇妙，2辈子经验都不够用。隔着爱呀，用手还是动嘴呢？希望他清醒，知道我想干啥，
又希望他别醒，矛盾刺激心动，心跳的快要爆炸。这就是偷情，果然刺激。嘿嘿嘿嘿，为何没有污秽想法？难道忧伤让我从良了？啊！万一醒了，往死里打我？切，不管了，亲一口挨揍划算。嗯？嘿嘿嘿嘿。上帝佛祖保佑别醒！我怎么这么在意他？不会真的喜欢上暴力妞了吧？我是海王，只缠身子。大当家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活着吗？滚！敢吵醒他，我咬死你们！大当家护神了，被揍成狗了。没看见，没看见。我下了，我下了。她最漂亮，明星美颜乘2+9都不及她脚后跟儿，一辈子都看不够。我是山贼，该欺男霸女，该正法他。不行，摸摸也行，不做就亏了。嘿嘿嘿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练拳，要替齐国出战。回忆虎鹤双形，这是虎形，咬人大虎款。嗷！哎呀，吓死爷了，差点被发现，还好我机灵。虎鹤双形，一听名字就很厉害，要不要我帮你搭把手啊？不用，这招表面看着普通。实则威力能开山劈石，练到深处下海捉鳖都成。你快让开，别被我真元气伤着胎气啊！不，伤着真气就不好了。希望不是花拳绣腿吧？要是你比武输了，女帝府可不认账。大姐，你们这是想赖账呢？我那摆烂计算什么？算语气动词呗。我操！我刚刚睡着的时候，你没摸我头发，或者摸耳朵。我萧不语是铁齿铜牙小郎君，这种事怎么会做呢？可惜了，我这个人吧，一睡着就断片。幸亏你是个正人君子。啊？那要不你再睡一次，我保证。你去哪儿？京都。要不一起走？路上有个照应。拿了。什么？钱啊，我出门没带钱。谈钱伤感情啊，你要多少我攒还不行吗？这是血汗钱，9出14归呀，姑奶奶，您省着点花。200两够盘胭脂店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和我谈谈感情更伤钱。你也不能都拿走，我还要过河钱呢。那就当做是你刚刚摸我耳朵的惩罚。你根本没睡啊你！祭祀啊，选本学学。不学，我死都不学。你再逼我，我就死给你看。这样，我教你1刻钟领悟3本书经义，要不要学？你骗谁？我不信。这样，要是成功了，你听我话到京城；要是失败，我听你的。赌就赌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
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大当家，这是何意？这3本书都是教人思考，说到底是处事的礼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这3本书的作者是谁来着？庄子、老子、孙子。老子赢了，这下你得听我的。不行，大当家你耍赖！哈哈哈哈哈！给你半刻钟，能领悟经义就罢，做不到，来请教我。做不到，来请教我。提示你，答案就在枫叶里。枫叶之中？这小子脾气跟我小时候真像。再提示你，3本书的作者才是重点。大当家，你确实赢了，答案这么简单，1刻钟就悟明白了。很好，你小子悟性不错，说来听听。大当家常说做人要低调，这3本书就让我当孙子。你小子悟性不错，你已经悟到第1层了。祭司请教，那第2层的含义是？祭司请教，那第2层的含义是？一直装孙子是第1层，第2层，哪怕你是天王老子，有时候也得低头装一回孙子。大当家果然高深，从今日起，弟子以您马首是瞻。有时候这憋孙子也不妨装装天王老子。第3层免费送你。我们做山贼的刀口舔血，可以不敬任何人，但必须谨记孟子和孔子齐名的大贤。这眼神跟我儿真像。我们混绿林的有今日没明天，但必须谨记道义2字，否则不配做威虎山的人。道义？对，你们面对黑山子骑兵时，七哥不是把你拉到身后了吗？后来他受伤，你不是替他报仇了吗？那就是道义，铁肩扛道义的道义。那就是道义，铁肩扛道义的道义。原来这就是道义。可大当家，这和孟子有何关系？孟子云：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兼得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不管是读书人还是山贼，心里必须有敬重的东西。我希望你敬重孟子。是。看来以前的方法没有用对。大当家，漠北行营的徐老副帅来了，在县衙大堂等您，脸色阴沉得很。走。走。大人，给你女帝的令谕。哦，另外3000铁甲军驻扎平安城，听候你萧县令的调遣。这逃跑将军果然不简单。你们3个夯货还愣着干嘛？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还不快快拜见你们的新上官！大帅，我们兄弟自从入伍就跟着您了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兄弟们就算把命丢了也无二话。您老就需要我们替一个新人做事，卑职们不服。宁可这官不要，只愿回到大帅身边做一名大头兵。
宁可这官不要，只愿回到大帅身边，做一名大头兵。下马威，哼，演戏演得不错，就是表演痕迹太明显了。混账！你们自布衣加入军队10数年，屡立战功，才升至镇威副尉。你们不惧生死，戍卫边关，是为了大齐戍边，是为我徐正光吗？你们是为了背后万千黎民。没想到你们今天竟说出如此无军无仗、是非颠倒的混账话。今天我若不惩治一番，就……大人，萧县令有何指教啊？这3位军中健儿，齐国好儿郎，该赏；真要罚的话，该处死。这鸟县令是读书读傻了，前面像人话，后面要杀我自己人。3位从普通士卒做起，军功堆到镇威副尉，一步一个血脚印，实打实的功劳。萧某人最敬重拿命换功劳的汉子。萧县令折煞不得。知朝廷有直言骨耿之臣，天子有从谏如流之美。正因为大人手下有你们这些敢说真话的人，才会令行禁止，攻无不克。你们敬重大人，才会直言这样忠直之人。该赏。可大人令出如山，要罚就罚处死这3位国之干臣，既维护了您的军令，又全了他们的忠义。臣等愿一死，以全忠义。这3个混蛋反水了，这小不语居然把我的人拉到他那边。老狐狸，该我表演了。你那点苦肉计，我早看透了。李祭祀，皇上。师傅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晚点，我这忙着呢。原来萧不语是女帝的人，铁甲军要变成第2羽林卫，我得抱准这条大腿。老将军不愧为漠北铁壁，保家卫国的热血，晚辈佩服。哈哈哈，好，萧校尉不愧是女帝任命的治国校尉，我3000铁甲军放你手里，我放心。合着咱仨演白脸成外人了。都起来吧。大人请看。咱成立物流公司，负责运输，还要修高速公路，让马玩命跑，收10年过路费，利润赶魏国 GDP。高速公路那是啥？就是宽路，车马能跑最快，贸易顺差能有3400万两。若只是平安城到边关线路，铁甲军可用朝廷驿站。但是你要改变线路，需有批文，最好是女帝亲笔令谕。好，这好办，找我老婆就行。哎呀，愁啊，战功太烫手，搁着人品太好也不是好事。来人，取爷的披挂来，爷今天极限作死，杀俘。斩！得令。
萧大人，萧大人，朝廷有旨，刀下留人呐！哼，没问题，所有人都在刀下了。3219名牙军都，本官直接断根，牙军、吃人的反贼、流民，通通咔嚓！完了，萧大人，你这大祸简直完了呀！漂亮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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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可如何是好呀？哎呀，这是燕王的人，大人，你惹到阴茬子了，你快去京城找女帝，或许还能有救啊！啊！哎呀，为了大家的幸福，那我只能去向皇上请罪了。但是为了大家，我死也值了。好！诸位，告辞了。萧大人，一路走好。哎呀，奴婢拜见燕王殿下。胡黑牙已死，叛军死伤殆尽，只是平安城没回。瘦了，更漂亮了，不愧是黑纱军师。奴婢不解，为何捧虎黑牙，却让他去攻平安城？你想问我为何延迟告朝廷，送他去死吧？奴婢该死，不该多嘴。王爷举措自有妙用。天下该死之人多，轮不到你。孤做事自有分寸。此扇原是天山冰丝扇面，我换成普通纸，写了《楞伽经》第2卷，从今以后属于你。地上凉，起来吧。虎黑牙没用了，可以死了。平安县我没打算回。萧不语，哼，欠我4年性命。让礼部的人都散了吧。转告他们，古4日后，为国文斗，义不容辞。萧不语要进京，你去他身边，爱上他，更要让他爱上你。奴婢何时动手？还没想好，看你手段。是。哎呀，这女帝令玉和影视剧里的圣旨也太不一样了，越看越别扭。哎，咱到了京城，应该先干点什么？吃饭。非也，下官以为先撒尿。哎，这仨货真是威虎山智商天花板，问了也是白问。不吃饭哪有力气撒尿？哎，不撒干净肚子怎么盛饭？行了，这个就是京城。哎，老爷，这京城还不如咱平安县，皇帝老爷是怎么过的？没错，想着皇帝一准也想跑。哎，四弟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原来你是在屎尿味里长大的啊！哎，有时候也闻不到，习惯就好。哎呀，这皇城可真大呀，10个平安县都比不过，就是太脏。要不咱们回家吧？就是，回平安县吧。哎，在下国子监贡生燕北明，见过各位大人。有事儿？在下是游吟诗人，见几位似外地人，请问是否需要带路？嗨，没工作就没工作嘛，还说什么游吟诗人？不过我们确实还真的需要带路的。大人所言极是，小人勤工俭学，挣点小钱儿。
既然你是带路的，说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？诸位大人官袍在身，文官去吏部，武官去兵部，不知各位想去哪儿？无论想去哪儿，小人都能最快带到。可我既是文官，也是武官啊。大齐国文武分明，哪有跨行当官的？当跨界综艺呢？大人就先去官职最高的衙门报道。可我接到的是女帝的令谕。这小子太邪门，越不看越想看，还挺水灵。我可是个白月光的人，他就是娘炮，得离远点，免得晚上带歪我。难道我暴露了？哪里出问题了？燕王府有内贼？进攻？我不进攻，我才不进攻！停！咱们绝对不进攻，我可不想见女帝那个老色批。这正好有个饭店，我要吃饭。好孩子，乖，咱们一会儿到了就点饭，好吗？小二，在下平安县民兵治果校尉，要3间房住店。好嘞，登记一下，后院3间房。让一下，哎呀，给我打赏点钱吧。哎呀，女帝取消教坊司，内城比外城繁华，婉儿把我赶货铺满内城。这媳妇儿够野。帝都牛逼 Plus 人巨傻钱多多呀。贵人命生第一次来呀，里面请，要见一位。京城酒楼能听曲儿，有创意。3号要见客官，打赏青青姑娘文银10两。10两够普通人家吃1月，这是给主播打赏啊！挂羊头卖狗肉，跟我的婚介所一样，饭菜都不香了。看到公子一个人，能否加个座啊？饭托、酒托，把所有招牌菜都上来。我可没那么多钱。姐不要你的钱，姐请你。从平安县离开，我总想念他。明明大内侍卫能接回弟弟，我去，总找借口来见他，可他居然在这和美人调情，讲暧昧故事。这个混蛋居然敢欺负我！你在做什么？哎，这位姐姐，我看你长相可人，是来找工作的吧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来吃饭的。你在干什么？吃饭的时候听听小曲儿也挺好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来等公共汽车的，你信吗？公共汽车？就是串联州县的高速公路，像平安县官道一样。跟你来这里有什么关系？在这里便于思考。上帝说人类需要思考。上帝是谁徒弟？上帝不是谁徒弟，上帝就是上帝。那上帝有没有说你要挨揍啊？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好重的伤，是谁伤了你？是萧不语。就算是大哥也不行，他用的什么力气？真要去宰了他！脸，快，就你皇帝的威严，给我去诛他9族！马上天黑，你是何人？坐在这儿干嘛？我是县令，是羽林军治果校尉。再装神弄鬼，信不信打你一顿？你们敢！我要见女帝！见女帝？我还见女帝呢！兄弟们，打！
陛下，江南水患的赈灾银子是否发往贺州？准了。陛下，江北郡守空缺3月，是否擢升原通判补缺？否决，此人悉数不正，换个干净的过来。是。带溜子。陛下有旨，带溜子。银丕殿下，切不可轻视齐国。李璎珞和燕王不好相与。魏寿魏魏，怪不得赵国羸弱。按说好的，以秦国马首是瞻。甩个慢儿吧。啊！蘑菇，压着味儿。原来都不是道上的人，棒槌，一群棒槌。陛下此言差矣，我等按礼数来，为何口出恶言？棒槌，你这个倒霉的模样就是棒槌。齐国君慎言，侮辱高丽国外史，等于侮辱高丽国，想开战。你们不按规矩还叫板？来人，把这些棒子给我赶出去！告诉你们国君，国战。高丽外史错解，古人用飘杵寓意爱国，飘杵就是棒槌。俺读书少，你不要骗我，是俺误会陛下了。陛下少年英武，连冷僻知识都懂，请为文征武斗提对子，彰显大气风气。陛下少年英主，让做对子是强人所难呀。文征武斗是文武之争，陛下重政务，不宜做对子。孔太师纵览全局，李沉默补漏，四国各怀鬼胎，秦国想渔利，高丽国被裹挟，主谋是魏赵。此次5国文武会在齐举办，大秦尽显霸王威，恳请陛下提银联示仁德。请陛下银联。陛下银联。萧公，你说中了，四国果然勾连要施压。可笑，你们懂什么是仁？朕不懂假仁，但是朕懂义，扶老救国都是义，义尽才仁至。你们这些东西把道义踩在脚下，也配谈仁德？还有，齐国请你们过来了吗？你们都是垃圾，只有4个半不是。老爹、老姐、我、马老七、萧不语算半拉。陛下义尽人质之语，令外臣茅塞顿开，恳请陛下以盛会作题，以示天下威。为盛会作题需有指导性，我能想到的只有日月同辉，异域同天。可陛下，你们欺人太甚，仗着人多就欺负我齐国人少。我齐国虽弱，但是也不会向恶棍低头。我李祭祀身为齐王，宁死也不会受到威胁。生亦我所欲，义亦我所欲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好联。于廖文凯生平只敬孔圣人与师尊，今闻陛下真言，实属3生有幸。古人云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吾愿尊陛下为子，从此执弟子礼。哼，廖大家万万不可！做倪先生，朕可不敢当。以前朕还描过你的字帖呢，不就是做对子吗？这有何难？陛下，朝会已2个时辰，按惯例该供朝食。臣年纪大了，饿了。
太师说的对，吃饭，先吃饭。朕早就想吃饭了。吃饭。且慢。哼，陛下既早已胸有成竹，为何不在朝食前给我们念诵楹联？迎丕殿下，您代表秦国诸访，应懂礼仪，岂不知客随主便乎？哼！小小的礼部侍郎，居然敢指责我！本宫最讨厌繁文缛节，你们不成气候，就是被这耽误的。本宫的态度就是秦国的态度，本宫就是要听齐国国王的楹联。放肆！哼！左京武卫何在？将这群不知礼数的家伙统统赶出去！限5日内离境，否则杀无赦。女帝，迎丕殿下息怒，四国来贺，君子登位，共襄文争武斗盛世，何必因此伤了和气？齐国是孔圣祖地，礼仪之邦，陛下更是精通儒学。齐国是孔圣祖地，礼仪之邦。陛下更是精通儒学，有传世之佳作，我等外臣盼之若渴。迎丕殿下更是一时心急，想听佳作才失了礼仪。殿下，秦王来时交代的全忘了。文争武斗在即，当以大局为重。陛下的仁尽则义至，舍生取义，令我等感慨。书圣廖胡凯更是愿意持弟子礼，愿闻楹联佳作。你小子懂文化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楹联。我的上联是：门朝大海，一派西山千古秀。你们给朕听好了，我的下联是：地震高岗，三河河水万年流。门朝大海，一派西山千古秀。地震高岗，三河河水万年流。哎呦，好对，好对，应景应题，平仄相合。以江山为词，暗喻四海英才。陛下高啊！哼，横批呢？楹联本无横批之规，秦国储君强人所难。陛下若做不出文武赛的题，怕不算数吧？小弟，今天咋这么生气？那个混账没死吧？但愿夫妇得正。李子学究天下，此等事不过信手拈来。廖子，你究竟哪边呢？威虎山的横联管用吗？现在只能拼了。横联，天父地母。横联，天父地母。好联啊！好联呐！好联，真是好联啊！是好联，好联呐！好啊，以天地拢群英，帝皇气概尽显啊！李子楹联，天下无敌。祭司是在老李家嫡传，等下找那个混账算账，再揍2顿。你们越不爽，我越开心。哼！启禀陛下，我家殿下身体不适，暂回官邸歇息，容外臣等告退。哼！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跪下磕头再走。陛下不愧是仁德之主，今日贤亨，受益良多，还望日后能向陛下多多请教。是个好学的，我会把我会的摘着教给你。大齐国的女帝果然名不虚传。若是孤猜测的不错，今日陛下所作之策都是由您筹划的吧？我贤亨此生出手从未一败，
筹划半年的布局，没想到被你识破反击，这是我第一次败，女帝的智慧令人钦佩。看来女帝是不想说话，这次是我败了，但这只是开始，我们文争武斗见。从今天起，齐国的2位殿下是我贤恒认可之人。大旗威武！这使臣真是莫名其妙。姐，我也看这柳子有病。姐，我饿了。那吃饭。女帝曰：吃饭。网上说不喊疼就能骗大脑，我这叫痛并快乐着，对，就是爽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疯娘们儿，哎呦，下手也太狠了，我这腰都快断了，手也快断了，哎呦，哥要找他商量闲庭的事，是屋里叫的这么，该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我去，招贼了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上药，你信吗？登徒子，大白天关门堵窗，不要脸！哎，这大姐，明明就是你硬闯进来的。再说了，我大白天关门，我犯法吗？你这个淫贼还有理了？我这不是被你打怕了吗？怕被别人看到这副德行。快把衣服穿好，我有正事要跟你说。那你先出去。你全身上下我哪里没看到？能不能不要磨磨唧唧的，像爷们儿一样？我招惹谁了？穿越过来竟被女人揍，还被看光了。我过来是看你的伤势，顺便给你带了点伤药。多谢姑娘惦记，都是萧某的不对。药呢？伤药，一见面就给你了。你刚不是用脑袋接住了吗？他手肿成这样，我居然有点心疼，还有点爽。你还生气吗？哎呀，算了，昨日之事都随风而去吧。既然你不生气了，给我下一个。好爽。好美啊！看什么呢，登徒子？我是说后面那兰花生得好美。有意思，这个咸亨人还挺不错啊。好了，吃菜，这家菜呀烧得不错，色香味俱全。我不敢说身份，怕他变成应声虫，连谈心的机会都没了。老色批倒台，丫鬟投靠我，夫唱妇随赚首付，是妈名字都想好了。娘子，多吃点菜，多补充点维生素，否则对孩子不好。这个混账肯定在想美食，看那眼神，八成白日做梦。有些人啊，还无动于衷，可怜啊，到时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怎么个意思？你以为守城有功，杀反贼就能将功抵过？做梦吧！上书房弹劾你杀降的折子都
堆成山了。不是，我那是杀的叛贼，御史言官吃饱撑的，过河拆桥，敌我不分呢，这是。越急越好，今天非把你拉进朝堂。御史言官听风就是雨，不管叛军吃啥，杀降就是你的错。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他们是在给我穿小鞋呀！哎呀，冤呐！我可不想精忠报国呀！唉，我一个小丫头，无能为力。杀降不降，朝廷被残暴灭，没人愿意帮你啊！唉，功过相抵，看来是错付了。唉，就算三品道台总督，也得人头落地。苍天不公啊！我为朝廷立功流血，他们不能这样对我呀！我要见佞作。见啥做都没用，只有女帝能留你小命。女帝？不行，我是男子汉，绝不向情敌低头。好婉儿，咱们跑吧。跑？你不管大齐国和平安县啊？爱死不死，为了你和孩子，江山都能舍，命都可以不要。不行，女帝和我形同一体，情比金坚，待我说姐妹。啥？你们形同一体？你给我戴绿帽子，女帝是老 gay。别打我！哎呦 ，gay 是啥意思啊 ？gay 就是同性恋。断袖之癖，男女为了下一代，男男一起是真爱。冷静大姐，克制兽性，你不要过来！哎呀，停，再打我没办法参加武斗了。哎呦，女帝是女的，当今皇帝陛下的亲姐姐。你是说你和那个娘们儿？女帝救过我的命，是我的主责，也是齐国的国之栋梁。再胡言乱语，定斩不饶。本来我县太爷当得好好的，混吃等死就行了，现在还要管国家大事。关心国家大事义不容辞，适合我替你求女帝杀符的事就此结果。杀符是小事，我们的婚事还算不算？不是不行，只是要齐国强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无敌国侵犯残。方法很简单，执行既定战略，一烂到底。只烂秦国。四国不攻协议在，无人敢造次。秦国独自抵御北方蛮族，诸国不许攻他。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对我们，就冲秦国下家伙。哪怕三国死了亲爹，也说是秦国母猪干的。我们和秦国各3个国家敞开骂娘羞辱他们，秦国敢进别国就是侵略，四国共伐之。这就是君子可以欺之以风。够卑鄙，我喜欢。俺们那疙瘩管这叫钻法律漏洞。可我们针对秦国，秦国会对赵、魏、韩施压啊。要的就是他施压呀，骂得越狠，三国压力越大。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大了，秦国压得越狠，三国要么反打秦国，要么生嫌隙，四国同盟不攻自破，这叫驱虎吞狼。秦是虎，赵魏韩是狼，但此计漏洞是天目关，得让三国知道，就算合三国之力也攻不下此关，计才算完美。赵无忌守天目关，抵1国，最多2国没问题，可3国齐攻，必败。娘子勿须急，为夫有4宝，可保边关无忧矣。可是你平安县守城的东西，快给拿了。第1宝是巨弩炮，用齿轮和复合弓做的，射程300米。图纸我带来了，饭后你随我去驿馆拿，让女帝命工部秘密造，上至管理者，下至工匠全隔离起来。会让人办。第2宝叫金汤，金汤是何物？就是人人嫌弃的屎尿之物。这种阿杂之物也能当宝？你别小看它，高温烧开加油脂，是守城至宝。我守平安县时没这东西，城池早破了，你早成寡妇了。难怪你平安城门臭气冲天，你建那么多公厕室
早有准备。你猜啊？那第3宝呢？第3宝你见过，消人肾宝。你，此物功效胜壮行酒10倍，士兵喝了斗志比喝壮行酒还高。要是没用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哎呦，真断了腿，你婚后不幸福咋整？再胡说，小心我打你啊！今天没挨揍，难道能更进一步？哎，不行，得压着。平时暴脾气没发作，听他的话，心里发红发软，这感觉好陌生。怎么更渴了？得赶紧说正事儿。你发什么单呢？第4宝是平安县水泥，要建全国高速和边境工事，利润比国库还大，但征民夫会毁了农耕，这是国本。先讲产业结构，农业是基础，工业是根本，商业是富强手段。这项先皇的理论，他怎么会？肯定是转述。士农工商该一视同仁，论贡献不论出身，商人不是下等。颠覆认知，可为什么觉得他说的对？二位，从午饭吃到晚饭，要不要加碗面啊？我们要不再加俩菜？孩子他娘，你定，反正我付钱。想起被抢的130万，心在滴血。我的钱是你的。顾虑我早就想过了，公路分段修，先修边塞的。钱的事儿好办，只要是用钱解决的问题，那都不是问题。没有钱，我们可以集资，也可以卖股票啊。Darling 啊，你也不能光让驴干活，不让驴吃豆啊。您和女帝这么大公无私，谁还肯干活？大家都是带小弟的，没好处，小弟不好带呀。怎么不服啊？哎，服，打脚后跟都服。哎，吃，就知道吃。这次文武斗，你若不拿下武斗冠军，一切免谈。武斗冠军死定了呗。看你个怂样，带着这块令牌，明天上午去兵部找李柱石，参加下午的武斗大赛。走位，走位，我闪还敢用头解，尽是这汉子。就说都是我消费了，心疼这顿饭钱。哎，老爷，你去吃饭了？起码是3个菜1个汤，黑碗米饭。嘿，好兄弟，你怎么推论出来的？都在你衣服上呢，你头发上还挂着半拉鱼骨。俺老七最爱吃鱼肉了。大哥，这就是你研究的新造型吧？对，新造型。别忘了交作业。好的，老大，咱走吧。毛线推理，白高兴。兄弟们，此地就是兵部衙门，走，爷带你们去踏平兵部。那啥，老爷，您确定吗？这次不先找好茅塞在哪儿，方便逃跑吗？你大爷的，爷什么时候逃跑过？哼！马老七，带爷的令牌去兵部给我打前站。得嘞。最好让兵部的人讨厌我，撵走，这样就不用比斗了。啊！这年头还有人敢冒充女帝府的丫鬟？那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这倒霉模样也配叫碗儿？
还敢说自己15岁之前是个女孩？哎呦！老爷，他们忒不讲理，看了令牌就打我，还把我扔出来了。哦，原来媳妇儿才15，发育倒好，这腰牌是他给的，满满的爱情。老爷，您伤势不轻，流口水，要不咱先回去？回去？我媳妇儿对我期望那么大，我怎么能就这么回去？不挨顿打，回去没说服力，对不起爱情。呀呀个呸的！也是女地府特聘选手，他们敢欺负我兄弟？走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长眼。走，就你们几个小瘪三，刚刚揍我兄弟是吧？麻溜的给我退回去，否则没完！我都这么嘚瑟了，怎么还不动手？得再闹大点。你们这些王八羔子瞎了眼了！刚刚是谁揍的老七？给我站出来！老七，刚刚谁揍了你？给我揍回去！就这纨绔样，不信他们不动手。大人，您叫我麻溜的，给我过来！兵部亲勋，临卫校尉长河，见过将军。哦，6品，不错嘛！你这个年纪能做到6品，实属不易呀。本官萧不语，官居羽林军治国校尉。大人年轻有为，可治国校尉是7品啊。对啊，7品，咋的了？很好，作死差不多了，要挨揍了。女地府的标记，这是宫里的公公。来，看看爷的身份。婉儿，女，15岁。来呀，打我呀，笨蛋！哼，这主后台硬，惹不起，得赶紧打发。是什么风把公子您给请来了？下官有失远迎，请多多见谅啊。那啥，我是7品，大人您可是6品啊。大人您那么辛苦，当然是您大，您大呀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生气？气大伤肝，下官且多注意保养呢。哼，我这就去给胡兵大帅报信。我啥时候成宫廷侍卫了？还是金牌？网上也没说呀。前几天你不是把令牌给了周通？我出入麻烦会让内务府补的。女地府来的人跟个神经病似的。是啊，我也纳闷了，他一个小小的7品官，可在我的地盘上打打闹闹，要不要见见他？不见，小小的7品校尉没资格。你倒是详细说说他后来情况。他后来拿出腰板，女帝派他来是混军功的，换下李旭的名牌，给那太监去吧。恭喜大人，李大帅一听您是女地府的人，直接就给了参赛资格。大人年少英豪，竟能在武斗赛获得头筹，风狼居胥。李老帅真是千年狐狸啊，毒死我后招了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值守，过来！这怎么回事？刚女地府的侍卫来搜，拿了一叠纸，说早点拿出来就没事了。我操！婉儿这败家娘们儿，把我给她的巨弩炮图纸拿走了。她把女帝看得比我还重。唉，风吹鸡蛋壳，财去人安乐。哼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让这位内侍参赛是女帝的王令，我们身为齐国战将，
必须遵从。是，末将遵命。李旭功劳太高，封无可封，输了能保他不败记录。诸将，此次武斗事关国运，我们必须众志成城，共御外敌，大旗必胜！大旗必胜！亮亮，哎，去打听打听下午考什么。好，是。哎，请。亮亮，回老爷，属下一出门就遇到了熟人，刚好啊，这位燕兄弟也知道比斗的事情。在下国子监墨学燕北明，见过大人。这次换女装，不信勾不住你。这小子病加重，真把自己当娘们了？听说今天下午要比赛。是的，大人。下午比4国军武策论比斗。军武策论？就是战术推演，真人领兵在地图上厮杀，比排兵布阵、帐帅协同和粮草统御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参赛者是4人一组，大人好像还缺一员辅将。哎，北明兄，那你有空吗？啊，不行，小人是书生，不懂行兵打仗。哎，终于等到机会了，看你怎么留我。那亮亮，马老七，下午你俩就跟着我吧。好。我差哪儿了？马老七无所谓，徐亮关心比赛不关心我，萧不语居然要赶我走，自尊心受暴击。这姑娘穿男装这么扎眼，带她去比赛肯定引人注意。我只想混过第一关啊！小燕儿，你勤工俭学，一天能挣多少钱？来了，审查终于到了，我身份早安排好，你查不到破绽。回大人，在下每次带路收2钱银子，运气好能赚5、6钱，不好分文没有。老爷，我一天给你1两银子，要你给我们打个下手，愿意吗？成了，终于打进内部，潜入计划第1步成功。当然愿意。学生最近正好没有功课，可以尽心伺候各位官爷。好，那下午你就办上，伺候我们几位爷去比赛去。啥？比赛？对啊，就是伺候，打仗还用不到你，有他们2个就够了。不过你不能这个扮相出现，目标太明显。要不你化妆成女的，接下来就看你演戏演得如何了。放心，加班加戏，老爷也不亏了你，就给你加1两银子，如何？他看穿我是女人了，是在羞辱我吗？我堂堂黑纱军师，缺你这1两银子？不愧是能力抗数万大军的平安县令，也不愧是能让我亲自出手的人物。这一次你又赢了，可是萧不语你也别得意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下一次我会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，希望你能记得我。嘿，人呢？燕兄说走就走了。还有，他笑得怎么那么像大反派？3路进攻，可以试试我的水泥防线和巨弩阵。那王老帅，劳烦展示下工部新作。好。萧大人此策，这是以守为攻，再加上金汤肾宝2物，这边疆可保10年无虞。4国若执意动武，那也是徒增伤亡罢了。萧大人果然名不虚传，燕王的局终究输在你手里。但你可知，4国背后还有蛮族暗流。蛮族，正好，我平安县的水泥公路正想修到漠北。4国若愿结盟共抗蛮族，齐国愿共享水泥、巨弩图纸，若执意挑衅，今日便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朕以天子之名，赐婚萧不语与李璎珞，
即日起，萧不语晋升护国大将军，总理全国军务，平安县为其封地。谢皇上。太尊，平安县的水泥路已修至皇城，咱们的白堂、香皂的工坊已经扩建了3倍，百姓们托我给您和女帝送贺礼。丫头，我说之前你一个小侍女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感情你就是女帝李璎珞。笨蛋，之前骗了你，算我不对。作为补偿，今年就跟你回平安县过年吧。县太爷、女帝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年夜饭，一起来过年啊！丫头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给你守的江山，没有贪官，没有战乱，只有安稳日子。以后我们一起守。过年了！走，回家过年。回家喽！走，过年了！